现在和国家电网的师傅一起去处理一个棘手的问题。它的故障现象是在相变这一块出现了零地带电的现象。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是什么情况。直接来到低压侧的电压输出这一块，接地一点啊，外壳带电啊，然后外壳都带60多伏，接地了。要不穿救援鞋的话会挨电的。60多伏。这个零排也带，零排90多伏。不是零排在上边那个。啊，这是地这是地排，地排上边的一根是。上哪个？这个。测的主零排电比也显示80多伏。零排、地排都带电，那这个感觉是漏电呐。而且它是时好时坏，一会好一会坏。这一项漏。红箱。红箱漏应该是220，现在是142。142。这个284，在这个位置都284。在相变的位置都测那么高吗？268。知道是红色这一项在漏电，但是不知道是哪一路在漏。再有新接的电缆线，用电比一测，应该显示220，现在显示140多伏。其他两项电压要高，所以说这都是不正常的。红色这一项漏电是哪一路在漏呢？看一下这些电缆线是不是在用电。测单向就是测了一根线的电流，看不出什么问题，因为这3根线的电流不一样，因为有的在用电，有的没用电，怎么去测呢？这边也有，那边还有那个路。这个22啊，20还行啊。再来看一下旁边这一个，这个缆出来以后进这来了是吧？整体掐是3.6安的电流，这个缆是漏电的。这个缆是漏电的。用钳表掐整个电缆线、灵活线一起掐，它有个剩余电流，这个电流是漏电的。所以用这支电比测量电压异常，很多时候是电路不好造成的，而不是说电比不好。漏电这个电缆线下边接了2个分路出来，哪一路线是漏电的呢？可以掐一下。掐这根线从表上看是没问题的，所以现在基本可以判断是另一路电缆线出现了问题。是这样的吗？可以断一下电看一看。当然断电也是打过招呼的。现在在测量红线这一项，刚才110，现在220，现在电压正常了，所以判断那个电缆线是有漏电的。下面可以拆掉那个电缆线测一下。拆掉这个漏电的电缆以后，再送上电，测量电压，正常。再测量配电箱的外壳，也是不带电的。可以确定这路线或者是那头的用电不正常。可以用指针表测一下这个电缆是不是漏电，打在城市开档，看能不能测出来。一支表笔插箱体的接地，插在大地上也是可以的。另一支表笔分别测量红线这一项，很显然是漏电的。因为电缆的那一头有回路，所以说测量其他2项对地也是漏电的。那现在就去电缆线的那一头看一下，是电器在漏电还是线路漏电。坐着车走了很远的一段距离，就是这儿。这些厂房正在拆，他们这个电也是临时的电，临时用电。测一下它的进线，没有电的，断的电就是它这一路。那头是个铝线，而这头是个细线，它中间有接头。他们说这个接头不在地下，在地上，所以还是看一下它电闸下边这些线路是不是有问题。哎呀呀呀！这个闸换了吧，都烧糊了，都虚接都没压上。这个先不管哈，先不管。这是10一火，
这是红象，但不一定是它吧？那就用望远表测一下，它这路线有没有问题，是不是漏电的？它这没有地线，可以对着大地，也可以对着放在地上这个铁皮之间测漏电，测这路线。表针摆动很强烈，很显然是漏电的。它这路线后面接的啥呀？接了个电表，又接出2路线。猜一下这一路线，直接用望远表对着大地测这根线，你看，表针摆动，它就是这路线漏电导致的。那这路线是干啥的呢？去看一下这路线去哪了。进了一个铁皮屋，然后还接出一路线，看一下这路线去哪了。这一路又进了另一个铁皮屋，这个线有问题吗？线在这个地方是破皮的，能看到铜丝，被这个铁皮给嘎破了，这就是漏电的地方。他们说这个电已经不用了，就可以测了，测了更安全。这个线在不接的情况下，再送上电看一下。送一下啊。电压正常，电压正常，电压正常，没电了。而这一头下边的分闸都送上电以后，测量总闸进线，电压正常。而它这些空开也都需要换。虽然说是临时用电，但是这样看也是不安全的。好了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电路的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我可能修不了，数控磨床现在通着电，但是不敢开，一开就跳闸，看看我能不能给它找到原因。关掉电源，我问工人说是跳的哪个闸，他们说跳的总闸，总闸是漏电保护器，那跳漏保一般就是漏电，拉掉设备的电闸。打开设备的控制柜，如果是漏电，那从哪个地方开始查呢？最有可能漏电的电路就是这些电机，还有这个水泵。直接上望远表，还是先测一下电吧，确保电路没电。以前拉错过闸，拉别的设备了，测漏电把表烧了。看看今天的运气好不好，直接测量水泵，我就怀疑水泵漏电。接触器下面接的水泵，水泵的线没问题啊，水泵不漏电。那这几个驱动，直接测电机与地线，表针摆动1/3，这是漏电的。因为我们把电机的线拆下来，所以也不知道是电机在漏电，还是驱动漏电，还是电源漏电。测量第2个驱动，这一个也漏电，比刚才那个严重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第3台驱动还是漏电，那第4台一测还是一样。这边还有一个变频器，打开变频器，一指标笔测设备外壳，先测输入电源，380的输入电源，表针摆到一半，输出3相电机，表针摆到2/3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这个电机比刚才驱动那3个电机漏电要厉害，是这个样吗？这只是测量出来的现象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那我就拆下电机线，维修的时候最怕被现场的现象给骗了，拆下线来测量就知道了。测一下电机线与设备外壳，表针摆到2/3，电机是漏电的。再测这个驱动电机线，不漏电了。好了，测这些都不漏电，可以确定是变频电机在漏电。那就去找这个电机，设备里边一个带动砂轮旋转的电机，这个应该是普通电机。而上边这些电机不一样，这也是4伏电机。这个电机在这儿，接线盖朝下。看到这里我就拆个8、9不离10，这个水会顺着这个电线流到盖里边。不信我拆开你看看，4个的内六角螺丝。他们说这个设备以前时不时的跳一次闸，最近直接跳的开不起来。怎么样？我说里边有水吧，都可以养鱼了。你看能倒出多少水？水是顺着电线进去的。怎么来处理呢？做个烘干呗，把水擦干
烘干。我拿抹布先简单擦一下，这个时候再测电极线与外壳，标准摆动一点，漏电比刚才轻多了。刚才都泡水里了，直接拉过气枪来吹。就讓這大風吹，大風吹，一直吹，吹咗我心裏那片痛，那片地，讓暴雨沖洗放縱唏噓。看看大風吹後的效果，標準擺動一點點，用個吹風機吹一下會更好。那就來個熱風吹。這個蓋兒，我估計以後還能進水，所以我在底部鑽上2個眼兒，如果進去的水就從眼兒裡漏出來。看看怎麼樣了？好了，把緊線的螺絲擰緊，卷完膠帶，把進線口多纏2圈給封上，送上電開機。很好很好，沒問題沒問題。這樣我的維修也完成了，感謝大家觀看。